曾经轰动一时的谷歌工程师杀妻案，1周前在美国高等法院开启听证会，而此时距案发时间已过去1年半。在6月预审中，陈立人夫妻共同好友王某及陈立人前女友蒋某分别出庭作证，从而陈立人与前女友蒋某不为人知的关系浮出水面。蒋某的一封长达2页的日记，更是成为案件的重要证据。那么，陈立人杀妻到底是激情所致，还是蓄谋已久？接下来，我们就来根据最新证据，捋一捋案件发展的状况。2024年1月16日清晨，陈立人和妻子的共同朋友王某夫妇因10多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们，便打电话报警。警方破门而入，发现陈立人跪在客厅，双手下垂，手臂有抓痕，右手拳头肿胀发紫。客厅地板上则有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尸，经确认正是陈立人妻子于宣一。警方将陈立人带走后，他便沉默不语。陈家更是为其高价聘请律师辩护。案发后的几次开庭，陈立人都戴着白色头盔，据律师说他在里边有轻生倾向，所以精神医生建议给他戴上防护头盔。案件发生后的1年多时间里，网友们各种猜测。而在上个月的听证会中，重要证人王某讲述了案发前陈立人夫妻的真实状况。王某夫妻是陈立人夫妇的同事，两家住得很近。案发前1天，王某邀请陈立人夫妇来家里聚餐，结果只有于宣一一个人前往，并解释说丈夫工作压力太大，想在家休息。吃完午饭后便起身离开。傍晚时分，王某接到了陈立人母亲从国内发来的信息，希望他帮忙看望儿子。随后2人在交谈中，王某才得知陈立人夫妇闹离婚已经1个多月，而就在陈母发信息前，2人还大吵一架，陈立人摔门而出。于宣一担心出事，联系了国内的公婆。王某听闻后担心出什么事，便和丈夫开车去到陈立人家，看到陈立人耷拉着脸来开门，无精打采地坐在沙发上，而于宣一像是哭过一样从卧室里走了出来。之后王某夫妇在陈家待了2个多小时，期间陈立人抱怨上司，担心会被裁员，心情十分低落。王某丈夫还为陈立人点了外卖，但似乎陈立人也没什么胃口。天色已晚，王某夫妇安慰了陈立人几句后，打算开车离开。这时于宣一起身单独对王某说，想要和丈夫分开，而原因竟然是发现陈立人和前女友藕断丝连。王某和丈夫回家后久久难以入睡，第2天一大早便打电话联系于宣一夫妇，但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短信息，甚至是登门拜访都无法联系上，于是她才报警处理。显然是于宣一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，引爆了2人的争吵，更有可能直接导致陈立人杀害妻子的关键所在。那么陈立人和前女友蒋某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？蒋某和陈立人2人5岁认识，一起上学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是在同一所学校读书。高中时，2人暗自确定恋爱关系，2人共同度过了大学4年的美好时光，但仍然难逃毕业季就是分手季的剧本。而2人分手的最重要原因，则是因为性格差异太大。后来陈立人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，在那里认识了于宣一。于宣一是一名学霸，曾经以高分夺得当地理科高考状元，进入清华大学。毕业后，他也申请到了加州大学硕士学位，在那里与陈立人相识，异国他乡遇见校友，很快2人相识相恋，走到一起。研究生毕业后，2人分别进入不同公司工作。数月后，于宣一也进入谷歌工作。2022年11月，陈立人和于宣一结婚，并于次年上半年贷款买下价值200多万美元的房子。在外人看来，夫妻2人都是高学历精英，又同在知名 IT 公司上班，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，实在令人羡慕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，2人的感情早已出现裂缝。实际上，陈立人与前女友蒋某分手后，偶尔也会在网上联系。蒋某硕士毕业后留在了美国，就职于谷歌下属一家企业，工作地点在距离加州上千公里的西雅图。而就在陈立人与于宣一异地恋时，陈立人与前女友联系更加频繁，甚至还向蒋某提出复合，但遭到对方的拒绝。半年后，
陈立人又提出邀请蒋某来同一城市工作，一起买房，仍然被蒋某婉拒，得不到蒋某的回应。陈立人决定与于宣一一起买房，步入婚姻。结婚后，夫妻两人度过一段快乐时光。然而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2023年9月，蒋某又联系上了陈立人。原来蒋某未婚夫，在一次去风月场所时被抓，两人解除婚约。而此时，蒋某内心烦闷，又不能与家人倾诉，只好找到陈立人寻求安慰。除此之外，蒋某还分享了一份文档给陈立人，而这份文档是在蒋某订婚前写下的大学4年生活片段，其中也记录了与陈立人过往的感情点滴。他本想放在谷歌云端永久尘封。蒋某向陈立人倾诉时，还向对方表示后悔没有在一起。也许当时蒋某只是把前任当作一个挚友吐露心事，但对于陈立人来说，却是一个复合的信号。陈立人也向蒋某表示他想离婚，但蒋某明确告知他，即便是离了婚，两人也不可能在一起。就这样，两人在网上拉扯了1个多月，直到11月中旬，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。蒋某应朋友邀请，来到陈立人所在的城市看演唱会，两人相约在谷歌的食堂里吃了一顿饭，之后又在蒋某离开时在机场见了一面。蒋某原本希望两人好好道别，但陈立人却突然亲了下他的脸颊，这让蒋某有些不知所措。回去后他便发信息，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两人又纠缠了一段时间，但因蒋某态度非常坚决，陈立人感到不解和恼怒，便把蒋某拉黑。同时他十分担心蒋某会因此向公司告他性骚扰而受到裁员。其实陈立人到机场送别前女友的行踪，于宣一是知道的，因为他在陈立人手机上安装了定位器。为此两人发生争吵，在于宣一的紧逼下，陈立人讲出了实情。于宣一得知丈夫背着自己去送前女友，还亲了对方，十分气愤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送机时陈立人还穿着他送的西服。争吵中，陈立人还不忘记羞辱妻子一番，把他和前女友对比，认为前女友才是自己的白月光。此时结婚1年的小夫妻早已没有了恩爱的模样，有的只是不眠不休争吵的日子。渐渐的，于宣一对婚姻心灰意冷。案发当晚，王某夫妇来访，于宣一担心陈立人会被蒋某告性骚扰，还特地单独咨询王某，但她并未直接讲出丈夫的丑事。可见于宣一还是非常担心陈立人的前途。而陈立人也向王某丈夫表示，工作上出了点差错，担心被裁员，心情非常低落。未料王某夫妇离开后，两人又爆发了激烈争吵。为了证明是蒋某主动联系自己的，陈立人还让于宣一看了蒋某的文档。于宣一对丈夫与前女友分手后还频繁联系，非常恼怒，并在文档写下批注：恨你们。为了挽回于宣一，陈立人又是认错又是承诺不再就范，但于宣一不再相信枕边人，拿出行李箱准备打包衣物搬出去。可能是由于时间太晚，他想等第2天再收拾衣物离开，便在1楼卧室睡下。陈立人睡下后越想越气，觉得被前女友玩耍，还要担心被对方告发，又恨妻子在自己人生低谷时选择离婚，更害怕被裁员后找不到工作，被迫回国。最终在多重压力下，他用拳头打死了妻子。打死妻子后，陈立人本想用电锯自我了结，几经尝试也未能得逞。尽管陈立人承认对妻子下了狠手，但在7月14日的听证会上，陈立人并不承认谋杀妻子。他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，错的是别人。案件将于10月8日正式开庭，我们将拭目以待，及时跟进案件的审理。蒋某在听证会上曝光后遭到网暴，网友们说他是绿茶，认为分手了还与前任纠缠不清，破坏他人婚姻。确实，已婚男女之间应该有界限感，不是你的男人不要碰，那是另一个女人的未来；不是你的女人也不要碰，那是另一个男人的脸面。蒋某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向前男友倾诉，越过了男女间应有的界限，也为惨案埋下了伏笔。希望在座的我们汲取教训，警惕男女之间的关系处理，保持界限感，维护好与朋友之间的感情，才能与伴侣一同走过春夏秋冬。